这节课呢，跟大家分享小儿过敏性咳嗽的调理手法。那么，小儿过敏性咳嗽近些年来发病率逐渐的在上升。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咳嗽一般都是感冒着凉，而现在好多咳嗽不是因为感冒着凉，因为家长照顾的比较精心。那么为什么还会经常咳嗽呢？与孩子的体质、与社会环境饮食环境等等都有密切的关系。那么过敏性咳嗽它有什么样的临床表现呢？它具备哪些特征呢？这种咳嗽与普通的感冒咳嗽有所不同，一般是有规律的、阵发性的、刺激性的干咳一般这种咳嗽它是没有痰的，而且它有发病的规律。你比如说，有的孩子每天早晨会咳嗽几声，也没有痰，舌象也很正常其他没有阳性体征，它就是一个干咳。有的孩子到了春天或者是到了秋天，季节性的发作，这段时间他就是老咳嗽，而且没有痰而有的孩子一接触一些个刺激性的气味，或者是进入某一个环境，他就会咳，出现阵发性的这种规律性的咳嗽。那么小儿过敏性咳嗽它还会伴随有其他的什么附加症状呢？一般有过敏性咳嗽的孩子，他还会伴有鼻炎、爱揉眼睛揉鼻子，就是搓鼻子，因为这些地方它发痒，过敏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痒，有的可能会流眼泪儿，有的孩子呢会伴随着睡眠的不踏实满床滚，喜欢蜷着睡、蜷缩着。再就是这种咳嗽一般病程比较长，有的可能几个月，有的甚至半年、一年甚至是每年到这个季节它都发作。这是这个过敏性咳嗽它的一般规律。那么这个过敏性咳嗽是什么原因呢？是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孩子的体质以及喂养方式和环境因素有关系的。那么前面咱们也讲过，对空气过敏、对食物过敏、对环境过敏，那么他们都有罪过吗？当然不是。那么既然他们没有罪过，是不是我们身体的原因？我们身体哪些方面的问题呢？咳嗽是不是呼吸道的？是不是肺系统的？当然是与肺有关系，对吧？那么肺前面咱们讲过，肺的循行路线是不是与中焦脾胃有关系？所以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咳嗽与脾肾有莫大的关系。那么在调理起来，我们是不是也就有了方向当然是责之于脾肺，就从脾肺入手进行调理。咳嗽从病理上讲，是不是肺气往上走不往下走，叫肺气上逆而咳，对吧？那既然肺气不往下走，是上逆了，我们是不是要降逆？是不是要往下清肺？清肺的同时，是不是要照顾到脾胃？因为它俩是一个母子关系肺是属金的，脾是属土的，土生金。那么当肺有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到脾胃那么胃气降不下来，肺气就要降不下来，所以我们还要去治胃。咳嗽我们是不是要在降肺的同时还要进行止咳镇咳呀？如果说有痰的话，是不是还要化痰呀？那么为什么发这种病？发这种病是因为我们身体不好了。中医讲邪之所操，其气必虚，所以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增强体质的这些个穴位那么这样我们梳理一下，这个方子也就出来了。大家看一下这个组方
清补肺。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少清多补，可以按照1:3的比例进行清补肺清1下补3下脾也是如此。为什么用这2个穴位？其实咱们也讲过了，在这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加深一下记忆。咳嗽是不是肺的问题我们要治肺的时候，是不是还要考虑他们的母子关系治脾，是吧所以我们要清补脾。好，还有下面是平肝。平肝是不是调畅气机使气机循行？因为咳嗽本来是气机上逆，对吧？那么气机上逆才产生咳嗽，所以我们平肝的时候能够降气。揉小横纹是治疗咳嗽的一个要穴。天突揉天突膻中，是不是宽胸理气降逆？搓肺腧肾腧是增强肺功能，增强体质所以这个方子咱这么配合起来，基本算是比较严谨的就按照这个方子来进行推拿。好，除了推拿的方法，我们还可以配合一些个食疗的方子。你比如说沙参玉竹百合粥，用沙参10克，百合10克，玉竹10克粳米30或者是50克，看情况粳米是东北的那种米，就是东北的大米，它比较黏，就是粘性比较强，滋阴补肺阴补胃阴效果比较好所以说我们用这个方子进行食疗。再就是可以用柿饼罗汉汤、罗汉果汤。柿饼罗汉果汤，用柿饼30克，罗汉果1个，冰糖25或者30克，进行煮水，可以给孩子喝，这样也能起到一个抗过敏止咳的作用。